们都知道，压缩比越高的发动机对汽油标号的要求也越高，这是因为高压缩比意味着更多的空气和燃料被压缩在燃烧室内，从而产生更大的爆炸力。而汽油标号越高，意味着辛烷值就越高，抗爆性也就越强。因此，当发动机压缩比超过 10.0 时，通常建议加95号汽油。然而，如今随着技术的进步，当高压缩比发动机也能优雅地接纳92号汽油时，不少车友心中却泛起了涟漪。这份疑惑源自对过往技术的深深烙印。在发动机的进化史中，高压缩比曾是追求极致性能的必经之路。它意味着燃烧室内更为严苛的环境、更高的压力、更炽热的温度，这样的条件对燃料的品质提出了极高的要求。95号汽油凭借其更高的辛烷值比例，成为了抑制爆震的得力助手。辛烷值这个看似简单的数字，实则蕴含着对燃烧速度的精准调控。在过去，赛车场上的燃料多是高比例的乙醇汽油，它们以低热值换取了高辛烷值，成为控制爆震的不二之选。那时的赛车手们或许未曾想过，未来的某一天，控制爆震的手段会如此丰富多样。自然吸气发动机这个汽车界的经典之作，要想拥有更强的爆发力，高压缩比无疑是关键。但正如一枚硬币的两面，过高的压缩比也带来了难以驾驭的爆震问题。于是，醇类燃料的高辛烷值被赋予了新的使命，成为抑制爆震的化学盾牌。如今的汽车企业早已不再满足于单一的燃料解决方案，他们开始从发动机燃烧室的结构设计、燃油喷射策略、材料选择以及电控技术等多个维度，对爆震发起全面围剿。与往昔相比，现代内燃机对汽油的兼容性大大增强。高压缩比或增压发动机，即便面对低标号燃油，也能展现出出色的性能。当然，这并不意味着爆震问题已经完全消失。低辛烷值燃料在抑制爆震方面，显然不如高辛烷值燃料那般得心应手。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燃料本身，而在于燃烧室内的高温与点燃自然火花的微妙平衡。提及爆震，许多车友的第一反应便是缸内高温导致的混合气自燃。然而，自燃并不等同于爆震，真正的爆震是点燃与自燃两种状态在同一时间、同一空间内的激烈碰撞。活塞附近的自燃火花向上蔓延，而顶部的火花塞点火后产生的火花则向下传播，两股力量相遇产生的冲击便是爆震的根源。因此，自燃只是爆震的诱因之一，而爆震则是自燃与点燃共同作用的结果。既然高辛烷值燃料能有效抑制自燃，那么在没有这种燃料的情况下，我们该如何避免爆震呢？答案或许并不复杂。既然无法完全避免自燃的产生，那么我们可以尝试加快点燃火花的传播速度。当活塞附近的混合气在高温高压下即将自燃时，如果点燃过程已经完成，那么自燃便无从谈起。回顾历史，我们会发现发动机的气缸设计也曾经历过一场革命。大缸径短行程的设计曾一度成为主流。这种设计的好处在于行程短，曲柄力臂短，对曲轴的负荷相对较小，因此更适合超高的峰值转速。然而，这种设计也带来了一个问题：火花横向传播的距离增加，使得点燃火花与自燃火花的赛跑变得更加艰难。而如今的发动机则更多地采用了小缸径、大行程的设计。这种设计不仅提升了发动机在低转速下的扭矩表现，还缩短了点燃火花横向传播的距离。在火花传播速度不变的情况下，传播距离的缩短意味着时间的减少，从而使得点燃火花能够更快地占据上风。当然，如果火花塞还未点火，混合气就已经开始自燃，那么这样的发动机无疑存在设计缺陷，或是已经到了大修的时刻。马自达这家以技术创新著称的汽车企业，在小缸径的基础上，又为我们带来了盆形活塞的惊喜。活塞中心处的凹孔设计，让混合气在上行过程中被进一步压缩，从而缩短了火花横向传播的半径。这一设计如同为点燃火花开辟了一条捷径，让它能够更快地抵达胜利的终点。如果说马自达的设计是质朴的，那么湍流喷射点火技术则堪称华丽。这项技术通过两个火花塞的协同工作，以及预燃烧室的巧妙设计，实现了点燃火花的快速传播。预燃烧室中的少量燃油被点燃后，产生的火焰如同熊熊烈火，迅速向外扩散，将主燃烧室内的混合气迅速点燃。这种技术在 F1 赛车和超跑领域得到了广泛应用，成为解决高增压、高压缩比发动机爆震问题的理想方案。回到爆震的根源，燃烧室的高温，混合气的自燃正是高温所引发的连锁反应。因此，要想从根本上解决爆震问题，就必须避免高温和热堆积的产生。
让发动机在高效运行的同时保持稳定的温度环境。高压缩比发动机与燃油标号的纠葛或许只是一个小小的注脚，但正是这些看似微不足道的细节，汇聚成了推动汽车行业不断前行的强大力量。在近年来的汽车界，铝合金钢体的兴起并非偶然，其背后蕴含着深刻的智慧。铝合金不仅以轻盈之姿减轻了车身负担，更以其卓越的导热性能成为热量管理的佼佼者。每一次燃烧后的炽热余温，在铝合金钢体的引导下，迅速消散于无形，避免了热量的累积，为引擎的持久稳定提供了坚实的保障。与此同时，电控技术的飞跃也为抑制爆震带来了全新的解决方案。一旦察觉到爆震的苗头，系统便会立即启动应急响应，通过自动微调点火角降低缸内压力与温度，而直喷系统则根据需求调整喷油策略，必要时连续喷射，为引擎降温，确保爆震无处遁形。那些曾经依赖高辛烷值燃料抑制爆震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。想象一下，如果 AMG L45 的 M133 发动机压缩比再创新高，是否意味着我们需要寻找更高标号的汽油？这显然是不现实的。在俄油价飙升与压缩比提升的双重压力下，车主们开始寻找新的出路。传统的通过压缩比和燃料控制爆震的方法已经走到了尽头，新的控制手段应运而生。降温、优化火花传播路径、精进电控策略，这些创新技术如同为引擎注入了新的生命，让它们在高压缩比下依然能够稳定运行。马自达便是一个典型的例子，其高达13的压缩比在奥拓循环下却能够轻松驾驭92号汽油，这背后离不开其独特的爆震控制技术。车主们不再为高昂的油费而烦恼，也不再为压缩比的提升而担忧，他们驾驶着心爱的座驾，在速度与激情中畅享驾驶的乐趣，而这一切都得益于那些默默守护在引擎深处的创新科技。感谢收看本期视频，希望对你有所帮助，咱们下期再见。